我是金圈太子爷商玉的金丝雀，人前温柔小意，人后性感撩人，从不给商玉找事。后来商玉的白月光回来了，我很有职业操守，麻溜的就收拾行李走了。我用这几年积蓄以及在商玉身边锻炼出来的商业敏锐度，开始着手创业。2年后，我偶然听闻商家破产的消息，风水轮流转了，于是我激动回国找到商玉，反手甩给他一张卡，从现在开始你要叫我主人。半夜我兴致勃勃等着商玉来服侍我，却收到有人的消息，桑家破产关你什么事？你回国干啥？坏了，我忘了这人是福建人。商玉根本没破产，正要逃跑，从浴室出来的男人已经抓住了我的脚踝，声音阴哑：主人，逃什么？回国第3天，我赶上了大学同学会，地点定在京都一顶级会所。司机送我过去的时候，中途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慢了点。所以我到那时，同学们几乎都到了。走到包厢门口，我听到里面的谈笑声。人都来齐了吗？是不是就差温晓了？他可能太忙了吧，不来了也不知道说一声。大学毕业后我就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他现在在做什么呀？还能做什么？仗着一副好皮相给有钱人当雀呗。这句话一出来，包厢瞬间安静了。那人轻嗤一声：怎么了？还不能说了。我推门进去，众人的视线全都移了过来。先前说话的女生有些不自在的低头喝了口水，抱歉，来迟了。我笑着道歉，然后顺势坐在了那女生旁边。你对我很关心吗？毕业这么久都还关注我。女生尴尬的笑了笑，没说话。我记得她，程欢，大学时是我们班学委，她看不惯我也不是1天2天了，毕竟她男朋友在追她之前轰轰烈烈的追了我1个月。对了，你跟那个王承安还在交往吗？我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没见他来。程欢笑了，抬手有些高调的秀了下自己手中的钻戒。我们已经结婚了，他最近刚升职，公司忙得很，没空来。我点头，原来如此。他每天晚上给我社交账号发私信，我还以为他很闲来着。你说什么？程欢脸色一变，他给你发私信？我喝了口饮料，别误会，我可没搭理他。既然你们结婚了，你也该管管他，跟大学同学发信息要有点分寸。程欢脸色变得铁青，他直接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打1个不接，打2个还是不接。他也是脾气暴，直接拎包站了起来。我先走了，你们继续。有人上去劝他，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他离开前转头瞪了我一眼，说话带刺。某人还当自己是清纯玉女呢。程欢走后，有人试和缓和气氛。温晓，你别生气，他乱说的，我们都没当真。没事，他也没说错。我笑了笑。大学毕业那几年，我确实跟了个有钱人，那人还不是一般人，是金圈太子爷商玉。而我也不是一般的金丝雀，而且近10年来金圈最有职业道德、最合格的金丝雀。人前温柔小意，人后性感撩人，从不给商玉找事。我也知道自己能入了商玉的眼，完全是因为我长了一张跟他白月光5分像的脸，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也从不妄想那些不该是自己的东西。我的自知之明让商玉很受用，他对我越来越好。我也一直把我跟商玉的关系看作是互利共赢，他获得了我提供的情绪价值，而我获得了他带来的资源，收获了金钱，开拓了眼界。偶尔他来了兴趣，也会跟我谈谈金融，聊聊形势，带我参加各种宴会，更是常有的事。跟在他身边的这几年，比我大学4年学到的都多。而作为床上伴侣，商玉更是合格，我也没觉得自己吃亏，毕竟他这种身材长相，就是出去做男模也是顶级的。而作为豪门继承人，他定期就要体检，顺带着我也要跟着一起做，所以身体健康方面我们都很有保障。要不是他那白月光突然回国，我以为我们还能再继续互利共赢几年。我记得那天是雨天，商玉从公司回来，将我抱在膝上，他仰头迎合我的吻，口袋的手机却不合时宜的响起。他一只手轻拍着我的背，一只手接起了电话。仅几秒钟的时间，他脸上原本还慵懒着带了丝情欲的表情就变了。我很有眼力见地从他身上起来，在他起身时从卧室拿了外套给他。要出去吗？婉晴回来了，让我去机场接他。顾婉晴是他的白月光，跟我这种金丝雀可不一样，所以他不是在跟我商量，只是在通知我。商玉穿上大衣，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我后知后觉，我该离开了。跟着他的这几年，他待我不薄，我也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作为一个合格的金丝雀，我没有等到他带着正主回来，然后歇斯底里的求他不要赶我走，也没有等他给我开了空头支票当做分手费。毕竟我还有点良心，从他这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为了不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然后麻溜的走了。当金丝雀那几年，我也没改名换姓，所以有大学同学知道这事也并不奇怪。包厢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尴尬，他们东扯西扯，刻意回避着之前的话题。我跟有些相熟的同学随便聊了聊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低头看了眼手表，我拎包起身，我也还有事，得先走一步了。今天花费由我买单，各位随意。我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起身离开了包厢。关门时，我听见有人小声问了一句：他这么有钱吗？难道还在当？当然没有再当金丝雀了，毕竟是不光彩，还有些隐形风险。离开商玉后，我用那几年积攒的钱，以及在商玉身边锻炼出来的商业敏锐度，开始着手创业。起初只是做些小生意，后来生意步入正轨，规模也越来越大。现在大家看见我，也是要称我一声温老板的。我没再跟这些老同学解释，径直离开。毕竟我今晚来这会所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来参加这场同学会，而是商玉。得知商玉破产的消息时，我是吓了一跳的。但告知我的是个消息灵通的友人，他信誓旦旦，就是破产了，你也别去查，查不到的。现在商家瞒得紧。得知这个消息不久后，我就回了国。怎么着，商玉也是我老东家，如今风水轮流转了，我也生了些恶趣味。我想看看那金贵到不食人间烟火的贵公子跌落凡尘时是什么样的光景。我径直上了会所最顶楼，这里是金圈贵公子们常来的地。商玉以前也经常带我过来玩，我熟得很。轻车熟路走到一间包厢外，我停了下来。包厢门没关紧，漏了条缝。透过那条缝，我看见了里面的景象。商玉背对着门，跪在地上。我瞪大了眼睛，猛地转过了身。活了20多年，没有任何一幅景象能有刚才带给我的震撼大。
我几乎想象不到商玉这种人也会有这么卑微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他一向是高高在上。里面传来动静，我下意识快步离开。但如果我离开的再慢点，就能听见他们说的话。商哥，找到了没？趴地上找个戒指，找这么长时间。找到了。这戒指谁送的呀？瞧着也不像是什么珍贵玩意儿啊。你别管。我在卫生间等到了商玉，他在洗手台前漫不经心地洗着手，额前碎发微湿，眼睫落下一片阴影，看起来跟2年前没怎么变过。商玉垂眸看着自己手中的戒指，眼神晦暗不明。我觉得那戒指有些眼熟，但一时间想不起来了。见他抬头，我从暗处走出，他看着镜子，然后跟镜子中的我对视上了。商玉洗手的动作一顿，只剩下水流哗哗声。我踩着高跟鞋上前，从包里掏出一张卡，扔在了洗手台上。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虽然不能让你东山再起，但会保你衣食无忧。商玉没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睛都没眨一下。那张卡放在洗手台上，他看都没看，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我为我一时的冲动感到些许后悔，但此刻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口：那个不认识我了。也是，我走了之后就没听说过他跟白月光、顾婉晴在一块的消息，所以我推测他俩没成。按照商玉的性子，他应该也是又找过几个的。金丝雀或者称为替身，人一多还都长得差不多，难免会想不起来。于是我准备做个自我介绍，可还没出声，就听见商玉说话了：温晓啊，还记得我呀？我摸了摸鼻子，就听见他的下一句话：我今天没喝酒，怎么还能看见你？他的视线垂下，转身朝我走过来。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他便将我拽进怀里。我瞪大了眼睛，商玉的气息将我瞬间包围，我费了好大劲才挣脱出来，挣扎中还在他胳膊上甩了一巴掌。商玉也皱了眉，他摸了摸胳膊，又看向我，眼里有疑惑，从我的头发再到全身，每一寸都细细打量了一遍。他的视线仿佛化成实质，我感觉自己被骚扰了。商玉突然靠在墙上，低声笑了起来。我转身要走，干脆当自己今晚没来过吧。商玉却上前一步，抓住了我的手腕，他另一只手拿起了那张卡。如果我没理解错，你这张卡是给我的。我抬眸看他，商玉还是那副金贵少爷模样。我觉得我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于是伸手将那卡拿了回来。算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商家就算破产了，也轮不到我来救济，就当我今晚没来过。趁着他愣神的间隙，我走进电梯，可商玉却追着我出了会所。司机已经在门口等我了。我打开车门进去，可另一边，商玉毫不见外地也钻了进来。他自顾自从我手里把那张卡再次拿了回去。我同意了。我一愣，什么？你不是要包养我吗？商玉晃晃塔。我同意了。我哑然注意到司机吃瓜的眼神，手忙脚乱升起了隔板。商玉，你，温老板可别说话不算话。商玉自顾自靠着，神情惬意，嘴角带笑。我不甘落后，于是强装淡定。以后你要有点自觉，我要是不满意了，随时会让你滚蛋。于是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带了个男人回家。在京市我买了一套自己的大平层。商玉进门后就一直紧紧跟着我。我在书房门口拦住了他，我还有工作。对上他的视线，我鬼使神差地命令道：你去给我准备夜宵。商玉微愣，然后笑了。想吃什么？我还真没有什么想吃的，只是想体验一下使唤商玉干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随便。商玉看了眼书房里我乱七八糟的工作桌，然后扭头走向厨房。我松了一口气，快速闪进去，关上了门。商玉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些陌生的厨具，头一回体会到有心无力的感觉。他想了想，掏出手机给助理发了个信息：半个小时之内送2份面到我发给你的地址来，到了之后不要敲门，给我发消息。另外查一下谁在外面乱传商家破产的消息。我坐在电脑前，闭着眼睛摒除脑子的一切杂念，过了好一会儿才能彻底静下心来处理积攒的工作。可刚投入工作没几分钟，门外就飘来了食物的香气，咕噜噜，肚子不争气的叫了2声。我抿了抿唇，看向门口，搞什么？商玉还真做夜宵了。我没指望他真能做出来，只是找了个让他暂时离开我视线范围内的借口罢了。可这香气真的有点勾人，我仅仅犹豫了1秒，就放下手中的文件出去了。一拉开书房的门，香气更浓重了。我看着正端着热腾腾面条出来的商玉，整个人愣在原地。他穿着厨房里几乎没用过的粉色围裙，黑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臂，少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多了些人夫感。夜宵做好了，他声音温柔，快来吃。我坐在饭桌前，看着那碗色香味俱全的阳春面，怀疑人生。这是你做的？商玉轻笑，我没下过厨，随手试了试，你尝尝。我把1碗面吃完，觉得浑身都得到了满足，真的很好吃。我看了看对面细嚼慢咽的商玉，心中愤恨，这就是天之骄子吗？连做饭都能无师自通。吃完饭后，商玉很自觉地去厨房把碗洗了。我坐在沙发上，拍了拍肚子，看着厨房里商玉的背影，轻啧了一声，真好，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包养商玉这个决定不错，哈哈哈哈。我惬意地躺了一会儿，倦意袭来，我打了个哈欠，起身去往自己卧室。商玉也从厨房出来了，我随手一指，那边有2间客房，你自己挑一间。商玉用纸漫不经心擦着手，然后朝我这边走过来。温总，你包养我了？我眨了眨眼睛，是啊，所以我不是住家保姆。商玉在我面前站定，微微俯身。比起做饭这种家务活，我想我更大的作用是暖床。商玉视角，商玉没想到会在今晚见到温晓。起初他觉得是自己的幻觉，可他打在他身上的痛感却告诉他，这人真的就实实在在站在他面前。商玉突然就有些想笑，像是命运使然，明明前几天家里人还在催他结婚，结果今天他朝思暮想的姑娘就出现了。温晓一直把自己当成他无聊用来消遣的金丝雀，可商玉从没有这么想过，他就没见过哪家养金丝雀会在家里雇佣外籍佣人来锻炼金丝雀的英语水平，也没见过哪家会为了提高金丝雀的交际能力隔三差五的举办宴会，更没见过哪家少爷在丢了只金丝雀后失魂落魄了整整3个月。温晓当初突然离开，只给了他发了个短信后就彻底消失了。
商玉愤怒过，伤心过，他也去找过他，以他的能力，这很简单。他很快找到他的踪迹，然后不远千里，在第一时间飞到美国找他。他在飞机上考虑了很久，是该气愤地质问他，还是抱着他诉说情谊，然后带他回国，再也不让他离开。可等他见到温晓，他犹豫了。温晓跟他印象里的模样很不一样，他会开朗地放声大笑，会兴奋地跟好友讨论新奇的事物，会给路边的乞讨者一个面包或硬币。商玉在美国待了半个月，观察了半个月，也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意识到，离开了他的温晓终于做回了真正的自己。他现在很快乐。于是半个月后，商玉独自一人坐上了回国的飞机。这2年来，他也默默见证了温晓的成长。原先单纯懵懂的姑娘，在他身边学习得很好，学会了他雷厉风行的手段，也有自己的耐心细致。他很聪明，又有毅力，所以注定了他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温晓的生意有了起色，他在美国也成为了很耀眼的存在。可就在商玉觉得他会永远留在那里时，他却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他面前，还说要包养他。对此，商玉求之不得。暖床。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帅脸，很没骨气地往后退了一步。商玉却又上前一步。躲什么？我下意识伸手撑在他的身前。别动。我深吸一口气，找回了理智。今天不用你给我暖床。商玉挑眉看我，我淡定说完下半句话。明天你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我不太放心你。商玉身体一僵，脸色有些不太好看。我私生活干净得很。他咬牙切齿，口说无凭啊。见他没有趁机跟进来的动作，我赶紧溜进房间，关上门。洗漱之后，躺在床上，随之涌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后悔。冲动了呀，因为一时心软把商玉带了回来。那之后呢？商家对家不少，想要趁他病要他命的人更不在少数。若是知道我包养了商玉，会不会转过头来打击我的产业？不要啊，我的产业真的脆弱得不堪一击。我把头埋在被子里，肠子都悔青了。临睡前，我脑子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要不然明天一早让他走吧。第二天一早，我是被饭菜的香味勾醒的。来到客厅，田螺商玉已经准备好的早饭，他替我拉开凳子的。温总，吃完饭后你有什么行程吗？我开车送你。我后知后觉坐在了餐桌前，看着面前的精致早餐，我想明天再把商玉赶走吧。再留一天，最后一天。我慢条斯理吃完早饭，冲着商玉道：走吧，陪我去个地方。我今天要去成飞科技谈个合作，这是早就定好的行程。我没让商玉开车，他昨晚说的话我想了想，觉得有点道理。我包养他又不是给我当保姆当司机的，他的定位不能乱了。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哄着我，顺着我，让我高兴，这才是他该干的。我把包包递给他，今天你给我当贴身秘书。商玉一愣，笑着将包接过去。好。坐在车上，我突然就想起了以前给商玉当金丝雀时，我好像也偶尔会扮作他的秘书，陪他出差，或者是参加各种会议。起初我也只以为这是他的个人情趣，可没想到商玉对我很严苛，那段时间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但不得不说，在那段时间里，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瞥了眼一旁的商玉，突然就来了恶趣味，随手丢给他一个文件，把里面东西熟悉一下，待会去程飞你替我介绍。商玉，好吧，我承认有在刻意为难他，可是欺负跌落神坛的上位者真的有种莫名的兴奋啊。到了程飞科技，已经有工作人员在等我们了。他领着我们进了电梯，期间眼神一直有意无意往商玉身上瞟。商玉看他讪笑，这位先生我有点面熟，好像在哪见过。我笑着道，哦，我这秘书是大众脸。工作人员又看了看商玉那张脸，一时哑口无言。我没想到商玉真能把我给他的文件快速记下。看着他侃侃而谈，我再次刷新了对他的认知。天之骄子，恐怖如斯。这场合作谈得非常顺利，成飞科技的项目负责人送我们进了电梯。他跟之前那人一样，一直偷看商玉，脸上有些疑惑。这人他好像在财经新闻上见过。我们到1楼时，负责人笑着跟我握手。温总年少有为，我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我也是。我回握过去，正要客气几下离开，便听见前台处传来了女人的吵闹声。我老公是开发部门组长，我上去给他送个饭都不行吗？抱歉女士，你没有预约，真的不能进去。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变通？我就上去一下，很快就下来了。负责人皱眉看过去，扬声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女人闻声看过来，视线在我们身上扫了一遍，然后落在了我身上。温晓，还真是冤家路窄。我没想到会在这碰到程欢，明明昨天才见过，此时更不可能当作没认出来。负责人一愣，温总，你们认识？大学同学？那可真巧。负责人脸色稍霁，他正要让前台把那女士送上去，就见他已经快步走过来了。程欢走到我们面前，语气不善：你怎么在这？我听笑了，我怎么不能在这？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程欢脸色一变：你来找王承安的？你知道他在这上班了？我愣了一下，还没开口，便听到他一声尖叫：温晓，你不要脸！我老公都跟我解释了，是你一直给他发消息骚扰他，你这贱货！他骂得难听，自己没人要了，就想来抢别人的老公。说罢，他抬手就要打我，扬起的手被商玉拦在半空，商玉握着他的手腕，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我回过神，看着挡在我身前的商玉，心跳突然跳漏了一拍。保安，保安，快过来！负责人这才反应过来。我看着被保安拉住，拼命挣扎的程欢，突然笑了一下。宋经理，能请你们开发部组长王承安下来一下吗？我有点事需要问他。王承安急匆匆就跑下来了。老婆，他看见程欢吓了一跳，然后又看见站在一旁的我们，脸色骤变。宋经理，他恭敬的过去。您找我有事吗？察觉到他躲避的目光，我主动问道。你为什么不敢看我？负责人知道我们有私事要处理，很有眼力见地，带着人走了。临走之前，他跟王承安介绍，这位是温总，公司正在合作的新潮传媒董事长，你不要怠慢。王承安猛地抬头看着我。休息室里，商玉坐在沙发上，上位者气势尽显，可说出的话却跟他的气势不太匹配。说说吧，这位连我都看不上的温总是怎么给你打电话发信息骚扰你的？王承安额头渗出了汗。
在一旁陈欢要吃人的目光中，他结结巴巴：“是我骚扰温总，我知道错了，我不是故意的。”他一个劲儿的跟我鞠躬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陈欢快气疯了，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王成安，你混蛋！”王成安也来了火：“你别我公司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你还有良心吗？回家再说。”两个人在休息室扭打起来，商玉皱了皱眉，护着我直接出去了。他对门口的保镖微抬了下巴，他们立刻反应过来，冲进了休息室。我跟商玉坐进车里，沉默了几分钟后，他突然问了我一句：“你跟那个王成安就是普通的大学同学？”我说：“那时候他是学院办公室秘书，而我每年都要申请奖学金和贫困资助，所以跟他接触多了一点。我家境并不好，这点商玉很清楚，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凑齐奶奶10万的手术费去给商玉当金丝雀。可手术费凑齐了，奶奶却还是没能挺过来。”我突然有些惆怅，转头看着窗外，脸上突然一热，我愣了一下。商玉非常自然的伸手，用手指碰了碰我的脸。我还以为你哭了呢，我哪那么容易哭？我瞪了他一眼。商玉笑了笑：“可你曾经为了只仓鼠哭了整整1夜。”他说的是我刚大学毕业那年，在路边捡了只仓鼠，我偷偷带回了商家，还不敢让别人发现，只悄摸摸养在自己房间。可没过多久，还是被商玉发现了。我惴惴不安，他却没说什么，只道：“想养就养，如果它能让你开心。”于是那仓鼠就留了下来。我以为我能照顾好它，但我高估了自己。养了它1个月后，它还是死了。然后就如商玉所说，哭了1夜。察觉到商玉的视线，我反驳他：“我那时候没经验，后来养了芝，我把它养得很好。芝只是后来又养的一只金丝熊。”商玉扶额，忍不住笑了。笑什么？我皱眉。商玉犹豫了一下，说道：“其实你当年带走的那只金丝熊是只武士。”说到这，商玉才是郁闷。没人知道他当初满京市去找那么多长得一模一样的金丝熊有多困难。这是我从没想过的。我一没想到我真是个金丝熊杀手，二没想到商玉当初竟肯为了我费这种心思。抬眸跟他对上视线，我下意识转头，动作生硬，脸颊发热。这段时间我回国还有不少工作要处理，整天早出晚归，我也没让商玉跟着。他这张脸太招摇，我带着不方便。商玉倒是把自己的身份适应得很好，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等我到家就给我按摩放松。不错不错，就是有一点不好，他总想爬床。这天晚上我半夜翻了个身，却意外滚进一片炙热胸膛。我热醒了，才要坐起来，就被人伸手揽腰又给拽了回去。商玉半睡半醒：“宝贝，别动。”我倒是彻底清醒了，看着睡在我身边的商玉，抬手就一巴掌打了上去。商玉睁开眼睛看着我：“你怎么进来的？你门没关紧啊？难道不是在邀请我吗？”我对他的流氓做派感到无语。出去。商玉没动，他靠在床头看着我：“温总，包养我这么多天了，你都没有验货，就不怕那么多钱白花了吗？”我正要说话，他从床头柜上抽出几张纸：“诺，我的体检报告。”他唇角一勾：“为了侍寝，我一直贴身带着呢。”我实在是困极了，懒得再跟他扯皮，于是翻身睡下。管你睡呢，别打扰我睡觉了。脑袋一挨枕头，困意便控制不住侵袭而来。意识模糊中，我感觉到商玉在我身边躺下了，他长手一捞，将我捞进怀里。我听见他厌足的叹息：“真好，还以为会被赶出来了呢。”次日一早，我被闹钟吵醒，却因为赖了会床导致变得匆匆忙忙。我拿包要出门，商玉从后面跟上来，在门口喂给我一片面包。我匆匆跑到电梯口，却在看见另一户老夫妇俩也正好在等电梯。“姑娘，你们刚结婚没多久吧？”啊！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在说我跟商玉，于是赶紧澄清：“没结婚。”老太太恍然：“那应该也快了吧？看你们这么恩爱，结婚后肯定很幸福。”我没敢跟他们说时候，商玉只是我的包养对象，会吓到他们吧？于是我没吭声，只朝着他们笑了笑。在外奔波了一天，等跟合作伙伴一块吃完饭回去的时候，已经将近晚上9点了。我让司机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你先走吧，我自己进去就行。晚上喝了点酒，有点晕，吹着晚风还舒服些。”我拎着包慢慢往公寓去，可就在离公寓不远处，我停了下来，因为我看见了商玉，他跟一个女人站在路灯下，男帅女美，还怪养眼的。那女的我也认得，毕竟曾在商家看到过很多次她的照片。顾婉晶。我看着他们，不自觉用手揽紧了风衣。深秋的晚风还是有点冷的。他们在路灯下说了多久，我就在不远处看了多久。10分钟后，顾婉晶坐上车离开。商玉在路灯下抽了根烟，然后漫不经心碾灭在一旁的垃圾桶里。他转身正要回去，一抬头便看见了站在道路尽头的我。对视几秒，我走向他：“温晓。”他喊了我一声：“你都看见了？”我答非所问：“走吧，回去。”他就这么跟着我，一路沉默着回到家。打开房门进去的那一瞬间，商玉伸手拉住了我的手腕：“温晓，你生气了？”客厅没开灯，视线昏暗的情况下，人的五感便会放大。商玉拉着我的手掌炙热，我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一把丢了包，然后转身将他整个人推撞在门上。商玉，你能不能有点职业道德？商玉垂眸看着我，我盯着他，许是太气愤，所以我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声音有点抖。既然被我包养了，最起码你该保证对我一个人的忠诚吧？我给你当金丝雀的时候可没背着你跟别的男人接触过。你要是舍不下顾婉晶，就去找他好了，咱们之间交易终止。说实话，我也不是很缺。我还没说完，商玉便低头吻了下来。我缺。他声音暗哑，在吻我时从喉咙里挤出了这2个字，落在我耳畔：是我离不开你，所以别赶我走。我僵硬着身体，脑中一片空白，唇上的触感湿如，男人吻得认真。我艰难回神，将他推开，抬头瞪着他：你说清楚。商玉低眸看着我的嘴唇，几秒后他开口：你可能不知道，顾婉晶她是我爸的私生女，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商玉说顾婉晶是他爸的私生女，是商总的初恋给他生的女儿。他心心念念想让顾婉晶认祖归宗，可商老太爷不同意。为了补偿顾婉晶，商总在商玉18岁那年给2人订了婚约，然后在3年后取消，通过补偿的名义赠予了顾婉晶一大笔财产。
但这是圈子里知道真相的人不多。久而久之，大家便都通过自己的臆想编造了一段商玉与顾婉晶的豪门虐恋故事。我听到商玉的这个解释时，久久回不过来神，最后憋了半天也只来得及憋出一句：你爸真是个人才。所以商玉上前一步，再次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温总，能继续包养我了吗？我故作镇定，转身开灯。商玉报了个空，愣在原地。我往书房方向走去，留意到某人在站在玄关处没动，我干咳了一声。我还有点工作要处理，你先去洗澡。商玉，洗澡？对。我扭头打量他，从上到下。今晚需要你暖床，所以洗干净点。他洗的是真干净啊。我都干完工作，顺带着又洗了个澡了，他还没洗完，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内心有点激动。时隔2年多，又要跟他进行这种亲密接触，我可能真的有点生疏。我深呼吸一口气，正要起身去催浴室里的人，床头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拿起一看，是我朋友发来的信息。他是我结识挺久的朋友，当初在国外遇到困难，还是他帮忙摆平的，我们关系不错。温晓，你回国了？是啊，上次听你说商家破产了，我想着回来看看。商家破产了？我一愣，打字，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对面沉默了几秒，聊天框上方的正在输入中，明明灭灭。过了好一会儿，他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了。刚一接听，就听见他急促的声音：哎呀，我说的是丧家啥玩意儿？头顶一声巨雷，我脑袋一片空白。哪个丧家？徐成丧家了？你也不动脑子想想，金氏商家树大根深，金氏没了，他都不可能破产。我不发一言，慢吞吞挂断了电话。听着浴室里传来的哗哗水声，我心里飘过一行字：完了！我忘记这人是福建人了。商家根本就没破产，那我还来包养商玉，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我心惊胆战地抓起手机就要往外跑。可一打开房门，却跟站在门口正要进来的半身裸男撞个正着。商玉低头看着我，去哪呀？温总。这声温总像是催命符。我看着他的腹肌，生硬道：出去转转。商玉没说话，反而一步步往里进。在我们都彻底进入房间的时候，他一只手将门反锁上了。咔嚓一声，我下意识要跑，他却将我揽腰抱起来。天旋地转后，我被不轻不重地扔在了床上。商玉站在床边，在我惊恐的目光注视下，一点点吞下了松松垮垮挂在腰上的浴巾。我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那个，我有事跟你说。脚腕被一只大掌抓住，随即整个人被拖至床边。商玉慢吞吞摩拳着我的脚腕和小腿，酥麻伴随着丝丝爽感，随着他触摸的地方迅速蔓延全身，最后直冲入大脑，让我整个人有些迷糊涣散。商玉俯身，在我身上落下密密麻麻的吻。有事我们可以明天再说。商玉，你根本没破产。我气急败坏，拿脚踹他，可脚腕却又被他轻轻松松捉住。商玉，我从没有承认过破产的事。温总，是你太不严谨了。我正欲在骂，商玉却吻住我的唇瓣，将我的怨气与不满通通吞咽下腹。在抬手时，我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气。他的声音也带上哑。温总，我多方面考虑了您的承受能力，我自己在浴室已经解决了2次，剩下的温总帮我。我没说话，脑子混沌的厉害。商玉轻笑一声，伸手扶住我的腰。京市不知何时下起了雨，雨势渐大，雨滴砸落在落地窗上，留下条条水帘。我意识有些恍惚，眼前视线更是摇摇晃晃，看不真切。商玉伸手扣住我的手，与我十指相扣。我侧头看着他无名指上的戒指，脑子有一瞬间清明。啊，原来是我送的。番外一，商玉18岁那年做的最离经叛道的事，就是把他亲爹气进了医院，然后一个人躲开众多保镖，离家出走了整整1夜。他不理解他爸为什么出轨出的那么理直气壮，还把要利用他的婚约来达到补偿那个私生女的目的。他既生气又郁闷。少年漫无目的地走在京市街头，不知什么时候走进了一条热闹繁华的巷子。巷子里卖的东西各种各样，不少商贩都注意到了这个气度不凡的少年人，更是想招法的想招揽他去买东西。少年人叛逆，人家越是吆喝，他越是不去。来来往往，他停在了一个小地摊前，一个老奶奶正在卖毛线娃娃。商玉蹲在摊子前，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小猫模样的毛线娃娃。老奶奶把娃娃递给他，这是我勾的最好的一个。商玉爱不释手，正要付钱，却发现钱包和手机不知在何时不翼而飞了。他从没有这般窘迫的时候，整个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有人把他手中的娃娃拿走了。商玉猛地抬头，发现是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女孩。那女孩晃了晃娃娃，这个娃娃是我奶奶勾的，她手艺很好，能卖40块，所以不能白送给你。商玉涨红了脸，咬牙切齿。我又不是很稀罕，我只不过是钱包和手机弄丢了，又不是。他虚张声势的话还没说完，手心就被重新塞了一个娃娃。女孩朝他笑了笑，诺，这个是我勾的，虽然没有我奶奶勾的好看，但是可以送给你，不要钱。商玉看着手里的这个娃娃，心里像是被小猫轻挠了一下，痒痒的。他看着女孩手脚麻利的帮老奶奶收摊，突然回过神来，他取下自己手上戴着的珠串，这个给你，算是我的报酬。女孩一看那珠子的色泽，就知道这串珠子价值不菲，连连摇头。就像之前说的，少年人是很叛逆的，女孩越说不要，他就越要给。于是他把那珠子扔进了毛线娃娃篮子里，然后指着女孩脖子上戴着的戒指项链，你再把这个送给我，我们就扯平了。再次遇到女孩是商玉24岁那年，商总这几年被他气得不轻，陆陆续续进了不少次医院。为了维持表面还算和谐的父子关系，他没少去医院探望。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去了医院，然后在医院门口碰到了正焦急打电话借钱的女孩。他佯装无事站在一旁，将女孩的窘迫尽收眼底。他奶奶生病了，需要用钱。商玉的特助也在那天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他要替商总买来一个女朋友。也许用买这个词并不合适，可商玉与温小一开始能在一起，真就是靠着金钱维系的。番外二，商玉跟我求婚的时候，我懵了。你家老太爷能同意？商家老太爷是个门第观念特别严重的人，极为讲究门当户对，要不然当初顾婉晶也不会认祖归宗，认了这么多年都没成。而我出身贫寒，眼下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但说到底，我在京市没有任何根基。商玉，
老太爷前不久就去世了，上次顾婉晶来找他也是为了这个事，只是商家还瞒着，等过几天才会有媒体报道。商玉还说，当初商总利用他来补偿顾婉晶的时候，曾说可以答应他一个条件，他说他要用这个条件来娶我。我看着他手捧着的钻戒，心绪复杂。商玉，我抿了抿唇，抱歉，我承认我喜欢他，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结婚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今年28，正是为自己而活的年纪，不想被婚姻家庭所束缚。商玉看着我，突然笑了笑，他收起戒指，眉宇间也不见伤感。我也不指望能一次性就成功，没关系，我也还年轻。我也笑了，捧着他的脸，亲了他一口。商玉问我，你什么时候去美国？我的大半身价都在国外，就算要转移回国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所以比起国内，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更多一点。明天晚上就走了。商玉点头，知道了。我看着他拿出手机戳了几下，好奇道，你在干嘛？哦，让助理订明天晚上去美国的机票。你疯了啊！我惊诧，我很清醒。商玉头也不抬，我家大业大，老爸也还老当益壮，况且只我一个独子，也不怕有人会趁机搞事情，所以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支持女朋友的事业。他抬头看我，眼里带笑，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只有一个，我得把握住了。全文完。